在節目開始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有一家公司控制了蘋果、英偉達、AMD、高通、谷歌、亞馬遜、微軟、Meta、特斯拉的命脈，你會不會想去擁有它？這不是科幻，這就是台積電的現實。當巴菲特在2022年砸下40億美元買入後，又火速全數清倉，市場呢一片嘩然。但真相是什麼呢？老巴怕的不是台積電不夠強，而是地緣政治這顆不定時炸彈。可是問題來了，當標普500前10大公司占了指數36%的权重，納斯達克100前10大更占68%，而他們全部依賴台積電，這個風險你躲得掉嗎？答案是躲不掉。既然躲不掉，那我們就正面去擁抱它。技術壁壘有多高呢？高到对手連追都追不上。讓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解釋什麼叫技術護城河。你想象你在玩一個極其精密的遊戲，要在1粒米大小的芯片上刻出幾十億個晶體管，每個晶體管的寬度只有人類頭髮的1/1000，這不是手藝，這是量子物理級別的工程挑戰。在這個遊戲裡，台積電的良品率是業界標杆，而對手呢，英特爾他們的先進製程良率呢只有65%，意思是每生產100片晶圓，有35片直接報廢。那台積電呢，遠高於這個水平。三星號稱能做3奈米，但良品率問題持續困擾，大客戶呢流失是常態。中芯國際技術上落後2個世代，目前呢還在7奈米掙扎。關鍵數据来了，台積電在5奈米以下製程市占率高達90%，先進的封裝技術市占率同樣是90%，2奈米製程已經進入量產，產能預售一空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全球最頂尖的芯片設計公司想做最先進的產品，除了台積電別無選擇。這不是壟斷，這是技術實力碾壓出來的市場地位。AI 浪潮不是炒作，是真金白銀的產能爭奪戰。2024年到2026年，全國科技巨頭都在幹什麼呢？瘋狂搶台積電的產能。那你可能會問， AI 不就是 ChatGPT 嗎？關芯片是什麼事呢？讓我告訴你，每一次你用 AI 生成圖片，每一次企業用 AI 分析數據，每一次自動駕駛汽車做出的決策背後呢，都需要超級強大的運算芯片，而這些芯片絕大多數來自台積電的先進製程。看看台積電的業務結構，高性能運算芯片、AI 加速器、數據中心處理器占營收的55%，智慧手機處理器占32%，物聯網與汽車占10%。更重要的是，先进製程7奈米以下占總營收的77%，其中3奈米占了28%，5奈米占35%，7奈米占了14%。这些數字告訴我們什麼？越是先進的製程，利潤率越高，議價權呢就越大。台積電的營運利潤率已經來到驚人的54%，去年同期只有49%。這意味着什麼概念呢？意思是每賣出100美元的元晶，有54美元是純利潤。我們再來看財務數據，第4季營收33.7億美元，年增25.5%，每股盈餘3.14美元，年增35%，市值1.4兆美元。那這不是天花板，分析師給出的目標價呢是470美元每股，隱含市值1.9兆美元，潛在漲幅36%。客戶鎖定效應，轉換成本高到沒人敢換。那這裡要講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點，為什麼蘋果、英偉達不自己蓋元晶廠？這裡要講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點，為什麼蘋果、英偉達不自己蓋晶圓廠呢？答案很簡單，太貴、太難、太慢。建一座先進製程的晶圓廠，投資呢至少200億美元起跳，從破土到量產至少3到5年，而且你還不確定良品率能不能追上台積電。更致命的是，台積電的先进封装技術已經跟客戶的芯片設計深度綁定，
換句話說，如果你今天用台積電的3奈米制程設計了一顆芯片，想轉換去三星生產，整個設計可能要重新來一遍，這就是轉換成本。所以你看到的現象是，蘋果的 A 系列、M 系列芯片全部台積電代工，輝達的 H100、H200 AI 加速器全部台積電代工， AMD 的 Zen 處理器全部台積電代工，高通、驍龍芯片絕大多數台積電代工。那這些公司加起來構成了台積電營收的絕对主力，而且这個名單還在擴大。Google 的 TPU、亞馬遜、微軟、Meta 的 AI 芯片，統統都是台積電的客戶。如果你只關注製程技術，那你會錯過台積電的另一個爆發增長點——先進封裝。什麼是先進封裝？簡單來說，就是把多顆芯片像樂高一樣堆在一起，再用超高通道連接，讓它們像一顆芯片一樣工作。為什麼需要這個？因為 AI 芯片需要跟高帶寬內存緊密連接，傳統封裝根本做不到這種程度。台積電的封裝技術目前是唯一量產支持英偉達 H100 和 H200 的封装方案，市占率呢達到90%。更瘋狂的是，這個部門的營收雖然只占7%到10%，但是成長速度卻是所有部門裡最快的。隨着 AI 需求翻倍，先進封裝的需求也會翻倍，這是一個被市場嚴重低估的增長引擎。估值便宜嗎？跟同行比便宜的離譜。台積電目前的本益比是26倍，你可能覺得26倍不低了，但是你看看同行，產業平均本益比是44倍，三星、中芯國際則會更高。換句話說，台積電用產業平均1半不到的估值，拿下了90%的市占率，54%的利潤率，25%的營收增長。這是什麼情況呢？這叫被低估。為什麼會被低估？核心原因只有一個：地緣政治風險。地緣政治風險是真的，但是它已經 price in 了。我不会跟你說台海沒有風險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巴菲特2022年買入了40億美元，幾個月後呢全數清倉。核心的原因就是他認為這個風險太大了。但問題來了，那這個風險是2022年就開始存在的，不是現在才出現的。標普500、納斯達克100前10大公司全部依賴台積電。如果台積電真的出事，全球科技股會崩盤，你躲到哪裡都沒用。所以市場的定價邏輯是，既然風險無法回避，那就用低估值來補償。26倍本益比就是市場給出的風險折價。但反過來想，如果台海局勢緩和，或者台積電在美國、日本的產能擴張順利，那這個折價會不會消失呢？一定會。到時候本益比回到40倍，股價就不是470美元，而是700美元以上。2026年的催化劑2奈米產能爬坡，台積電的2奈米制程已經進入了量產，主要客戶呢包括蘋果、英偉達、AMD、博通、高通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，3奈米在2024年到2025年推動了營收與利潤率的加速成長，2奈米在2026年同樣會上演這樣的故事。關鍵是2奈米的單位元晶價格比3奈米更高，利潤率呢也會更高。這意味着即使出貨量增長放緩，營收和利潤仍然會大幅成長。當前市場環境，短期波動就是買入的機會。讓我們把視角回到當下的市場環境。美國威脅對歐洲國家徵收10%的關稅，聯準會降息幾率極低，市場情緒指針顯示短期可能回調。歷史數據顯示關稅威脅引發的回調通常遵循以下模式：周五發布威脅，周末恐慌，周一開盤下跌，周三開始出現抄底買盤，隨後數日趨於緊張化。那換句話說，就是保留現金應對超跌機會是當前最佳的策略。在關注台積電的同時，還有幾個相關目標值得留意。美光科技剛以18億美元收購台灣苗栗的 PSMC P5 工廠，邏輯很清楚，內存需求遠超過供給，產能擴張是戰略性投資，特別是高帶寬內存需求在 AI 浪潮下暴增。美光是少數能夠量產的廠商之一。英特爾雖然先進製程落後，但是 CPU 短缺可能讓英特爾受益。加上它的元晶代工業務的進展值得關注，1月23日財報是一個關鍵的觀察點。軟件股群體過去3個月呢表現都非常慘淡，相對於 AI 硬件股可能存在價值洼地，市場過度聚焦硬件，軟件端的估值修復空間值得關注。這不是賭博，這是擁抱自然趨勢。
台積電的投資邏輯啊，本質上是在投資全球科技供應鏈的必經節點。AI 呢不是炒作，是真實的產能爭夺戰。先進製程的技術壁壘，对手短期內无法超越。客戶鎖定效應讓台積電擁有超強的議價權。2奈米產能爬坡會在2026年推動新一輪的增長。26倍本益比相對產業平均44倍，存在明顯的低估。地緣政治風險是真的，但是它已經反映在估值裡了。如果你認為台積電會出事，那麼你應該清空所有的科技股，因為沒有台積電，蘋果、輝達、AMD、高通呢全在完蛋。但如果你認為科技股還會繼續成長，那台積電呢就是你無法回避的核心持倉。當前市場環境下，短期波動是买入的機会，不是恐慌的理由。保留现金彈性，在關稅引發的回調中逢低布局，歷史數據證明啊，這是最佳的策略。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，擁有最強產能的人才是真正的贏家，而台積電呢，就是那個擁有最強產能的人。你準備好了嗎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評論並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老林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